嗨，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8点，我准备出门上班。我今天想要录一集类似像 work vlog，跟你们分享一整天真实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通常我都会在家先吃完早餐之后才出门，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比较早的会议，或者是像今天时间比较赶，那我就会在路上先买早餐，然后带去办公室吃。今天吃的是麦当劳的早餐，通常我都会先在 app 上面就把餐点订好，然后开到它的停车场，选择 curbside pickup。那他就会直接把餐点送过来给我，我都不用下车，非常方便。买完早餐之后，我就会直接走去办公室，因为距离蛮近的。我们公司在西雅图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的，它的总部是在加州的矽谷。但是呢，如果你还是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好好的上班，你还是希望有一个办公室的环境，那你就可以跟公司做申请，然后他们会在 WeWork 帮你安排一个 private office。WeWork 基本上就是一个共享的办公室。如果你在 WeWork 有办公室的话，其实其他城市的 WeWork 你也是可以去的哦。所以每次回加拿大的时候，我都会去温哥华的 WeWork 上班，我觉得还不错。之后也可以跟你们开箱分享这些办公室大概都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是星期三，然后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左右。今天星期三呢，通常都是一个礼拜最忙的一天，因为我大部分的 meeting 都是在星期三。今天的话呢，就有7个 meeting 要完成。那除了这7个 meeting 之外呢，我还有原本就已经安排好今天要完成的工作，也要在同一天完成，所以就是很忙碌的一天。我第一个会议是在9点开始，所以8点半到9点之间，这个就是我先吃早餐，然后准备咖啡 ，set up everything， 然后预览一下今天整个的工作进度。我把今天的工作进度放在这边。那今天就跟我一起上班，然后跟你们分享实际上 sales strategy、operations and tech 到底在做些什么。吃完早餐了，现在去洗个手，然后倒咖啡就可以准备开始我们忙碌的一天了。现在距离我的第一个会议大概还有3分钟左右，所以想说用3分钟快速的跟你们分享我平常开会都是开什么样的会议，然后会跟公司里面什么样的人交流。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我工作相关的影片的话，你可以点右上角去复习。那基本上呢，我就是有点类似像一个科技公司里面销售还有运营部门的顾问，我会做很多的数据分析，计划销售的策略，以及提供销售系统的技术支持。所以呢，每一个礼拜我都会跟各个大区域的 sales leads 有 one-on-one 的会议。在这个 meeting 里面呢，我们会聊非常多的东西，例如销售表现、销售的策略、市场的走向，以及团队的培训，还有系统管理方面的支持。9点到12点基本上就是 back-to-back meetings， 我会跟4个 sales leads 开会，分别是中国、亚太、欧洲还有北美区的 sales lead。通常在这些 meeting 之前呢，我都会有一个 agenda， 就是 go through 我要讲的东西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是各个区域的那个销售的头，所以呢，这些 meeting 通常都要比较 productive， 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那这些东西我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会议。通常跟 sales leaders 开会的时候呢，我都会先询问对方今天有没有特别想提出的几个问题要讨论，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会优先讨论这些问题。常见的问题有类似像是销售策略方面的，比如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或者是新的产品，这些功能产品我应该优先推给哪些客户呢？或者是这个季度有哪些市场是我们可以更加投入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他们会 request 一个新的数据，比如我们可不可以分析上个季度我们平均拿下合约大概需要花多少天？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去缩短这个天数呢？又或者是他们会去提供一些销售系统方面的反馈，比如某个步骤在这个销售系统里面需要手动输入，非常的没有效率，希望有办法去自动化这个步骤。那根据这个反馈，我们可能在下一个季度就会在系统方面做一个新的更新。讨论完对方的问题之后呢，我就会开始 update 这个季度正在进行的 project 的一些进度。
然后最后会依据现有的报告或者是观察，给不同的团队提供不同策略方面的建议。探讨亚太区的销售策略还有运营，其实非常具有挑战性。那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和北美有很不一样的市场条件、客户行为还有竞争环境。尤其整个亚太区包含了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条件都不一样，你需要了解这些因素以及分析数据，那才能帮公司做出战略性的决策。另外，之前作为一名分析师，主要的职责呢就是收集还有分析数据，提供讯息，帮助计划那些策略。那现在作为经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确保海外的销售团队能够确实的实施这些策略。这件事情的困难度其实比我想象中还要大非常非常多。例如，当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是更新了一个新的销售的流程，可能因为语言、文化、时区的差别，工作习惯的不同，资源还有训练的需求等等，都会直接的影响到这个策略是不是可以有效的实施。我的 KPI 最终也就是公司的营业额，所以如果销售团队没有办法很好的执行计划好的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就不会反映在营业额上面，我也就没有办法证明说这是一个成功的策略。所以和亚太地区的沟通上，我通常都会更关注在团队的绩效上面，提供他们合适的帮助。和中国区的销售负责人开会，我们基本上都是直接说中文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有亲切感。但其实不只是中国，和所有销售团队的会议，整体来说，我觉得都是很轻松愉快的。我们比较少会一板一眼看着数据还有表格，把所有的问题列出来去探讨，更多的是用聊天的方式交换心得，提供资讯还有帮助，了解彼此的需求，并且达成共识。其实我真的透过这个工作，深刻学习到，在职场上懂得聊天还有建立关系，很多时候比计划100分的策略还要来得重要。而这件事情在美国，在北美，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多多少少文化上还是会有差异。4个会议开完了，现在是12点整，但是还没有结束，还不能吃饭。接下来还有一个跟 marketing 的会议，有一个一起合作的 project。那接下来这个 meeting 就是一个 kick off meeting， 在这个 meeting 里面呢，我跟 marketing 那边的人就会讨论这个整个 project scope， 基本上就是确定说这个 project 你要达到什么 timeline 是怎么样，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们可以 go through 这些东西等等确认好之后，才可以真的开始去做这个计划。不然如果到时候细节都没有搞清楚，你直接 jump in 开始做，那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会浪费很多的时间。结束啦，不是结束一天，就是一半。然后现在我们就有大概30分钟吃午餐，然后下午还有2个会议。刚好早上的时间都在开会，所以我就用中午的时候去回一些 email 或者是 message。通常一个科技公司的销售团队都会有自己客制化的一套销售系统，这个销售系统并不是一个软体而已哦，是超过10种以上针对不同的需求还有用途组合而成的。就好像每个员工都需要 communications tool， 像是 email 或者是 Slack， 也需要远端开会的软体，像是 Zoom， 又或者是办公软体，像 Microsoft Office。那我所在的这个 team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的其中一个 function， 主要就是建造、维护还有管理这些销售系统。我们公司目前加起来大概是有15个左右，等于你有15个不同的软体供应商要对接。通常每个月呢，他们都会希望跟你有一次的会议，主要他们是希望可以 update 推出了什么新功能，提供 training 或者是 technical support， 帮助你更好的使用他们这个软体，也会去了解到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他们提供对策，同时也是保持定期联系、维护关系的一个方式。因为毕竟预算在你的手上，他们想要留下你这个用户，避免你不续约或者是转向他的竞争对手。我终于开完今天所有应该要开的会啦，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了，然后我现在在一个就是有点类似像比较安静的办公区域。那如果通常是没有 meeting 的时候，我就不会待在我的那个小办公室里面，我就会在公共的区域来办公。最后的这2个小时，我就会看看这礼拜还有什么 project 是需要完成的，然后就继续完成它。通常礼拜3是最有可能会需要加班的时候，因为太多 meeting 了，所以可能该做的事情没有足够时间做完，那我就会加班把它做完。我尽量
量会希望所有东西都可以在礼拜四或者礼拜五中午之前完成，所以礼拜五可以早一点下班。接下来的1个小时呢，我觉得我应该都会 focus 在数据分析还有报告的生成上面。现在这个时间是我们公司1个季度的新的开始，那新的季度开始的时候，就是会需要生成很多的报告，因为所有的销售团队都会希望他们可以知道说，他们上个季度表现得如何。同时呢，新的季度的 quota 应该也已经出来了。那新的季度的 quota 出来，他们会希望可以 review 他们上个季度的 strategy， 看哪里做的不好要改进，或者是哪里做的很好想要继续保持的。那我就会透过数据分析还有这些报告的生成，给他们一些 feedback， 这些 feedback 会 reflect 到我们所做的 strategy 上面。那目的也就是希望我们下一个季度可以继续保持好我们的销售成绩甚至表现得更好。然后今天应该是不用加班的，因为其实我上礼拜已经完成蛮多东西了，所以现在是进度超前的情况，所以应该可以，我觉得应该可以5点准时下班。每次下班看到外面天气超好，就超开心的，因为感觉一天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利用。我通常下班之后呢，就是会先回家，回家之后有的时候去买菜，或者是附近走走，或者是去买杯喝的。今天我们就先回家，然后天气非常好，所以看看还可以去哪边。那之后也会发更多的影片跟大家分享，说美国下班之后的日常大概长怎么样子，可以做些什么。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work vlog， 就是那种工作日常的话，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就可以拍更多的美国工作生活给你看。